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的心完全破碎。我的事业我知道将会有个大的改变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淑全。在网络上，你可能看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想象5年后的你》。这篇文章已经在网络上传阅了大概20多年了，很多地方随便都可以看得到这篇文章。但是今天，我想透过这个镜头，好好的跟你分享一下想象5年后的你，这篇文章到底在讲什么。这是我亲身的故事。我19岁那一年，当时我是住在德州，然后我在太空总署太空舱里面，太空梭跟太空人做他们的小助理。当时的薪水真的不错，是我记得在我离职那个时候，我的薪水大概是7块5毛钱1个小时。但是别忘记，那个时候在1975年左右的时候，麦当劳的基本薪资是7毛5美金，7毛51个小时，所以是基本薪资大约的10倍。而我呢，也不过是个大3的学生。在那一年，我做了很多很多的音乐，跟我一位写歌词的朋友，他叫做 Valerie。Valerie 家里面很有钱，他家是一个石油的，当地德州石油的一个巨商。然后我透过一个报纸认识了这个 Valerie， 因为我知道我写歌可以写得很快，但是写歌词是我最弱的一段一个区块，所以我透过广告，当地的报纸上登一个小广告，然后寻找一个写歌词的搭配的伙伴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 Valerie， 我超爱她的作品。她常常会把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各种现象，把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社会问题，然后用一些很简单的话把它写出来。那个时候我们写的我印象中大概写了10几20首歌，一个个这样写出来。有一个天 Valerie 说 David， 你要不要来我家，我做 barbecue 给你吃。哇，一个女生邀我去她家，去的一个豪宅富豪的家里面去吃 barbecue， 我当然开心的不得了。那一天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到她家去，但是我到了他家之后，发现他在墙壁上，他有骑赛马那些东西，墙壁上得到布置了满满的那些各种的这个奖状，都是他在各个地方赛马比赛的奖状。有趣的是 Valerie 家里面这么有钱，但是他的衣服穿得很朴素，身上看不到任何一个名表，或是任何一个名包包，也开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 Toyota 的车子。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任何富豪的气息，讲话也非常的谦虚。我到他家之后，他做 barbecue 给我吃。吃完了之后，那一天星期六到了大概下午5、6点多钟，我们2个人坐在一个栏杆上，他们家的农场就坐在栏杆上，然后我们2个坐在那边。突然之间 Valerie 转过头问了我一句话 David， what are you gonna do in 5 years？ 5年之后你要做什么？然后我愣了一下，他说 visualize what you're doing in 5 years。 他要我 visualize， 我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什么是 visualize， 把它画面视觉化，把那个图案化，想一想5年之后 visualize what you're gonna be doing waking up every day and where you're gonna be living。 他说你每天希望住在哪里，然后每天起来做的事情是什么。我正要回答他的时候，他突然对我说
等一下。我说呀，他说等你想清楚之后，你再跟我讲。我冷静了大概2-3分钟，最后他问我说 ：“Are you ready？ 你准备好了吗？”我说 ：“Valerie， 我准备好了。”他说：“好，你说说看。”我开始对 Valerie 说 ：“Valerie， 5年之后，我最希望的是有一张专辑、一张唱片在市场上，然后我的唱片能为大家肯定。然后我希望我每天都能跟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家合作工作在一起。” Valerie 接着说：“你确定吗？”我顿了一下，我回答 Valerie：“Yes， 我确定。” Valerie 说 ：“David， 如果这真的是你要的5年之后的你，那你的第4年是不是应该已经跟唱片公司签约了？那你的第3年应该已经把你的所有的作品给很多唱片公司听。那么你的第2年应该是已经把你所有的作品里面筛选出最好的作品，然后把这几首歌做到最棒。然后你的第1年是不是应该把那些感觉很有商业潜力的那些歌把它抽出来，然后把它修到最棒？那你的第6个月是不是应该开始整理，把这些歌好的歌开始编曲，不好的歌放一边，然后把这全部整理出来？那你的第3个月是不是该把一些你还没有完成的歌把它完成出来？他还没有讲完，我说 Valerie， 我懂了，我已经知道我下一个星期一要做什么了。那一天我们吃完了 barbecue， 也就这样结束。这个 Valerie 讲完这些之后，我开始把一些歌，那些没有写完的，但是我知道很棒的歌，开始整理出来，把它想办法把它完工。然后我们开始把每一首歌，好的歌开始写出谱子出来，开始编曲，开始一点一点的做出来。那一年的圣诞节 Christmas 的假期，我带了50个 demos， 就试听带，每一个试听带，每一个信封里面，我放了一个我的卡带、歌词，还有我的一个简介介绍。我就带着这50个 demos 包包，然后我决定开车从休斯顿开车开到洛杉矶，把我的作品丢给大家看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如果你今天问我从休斯顿开车开到洛杉矶，狠狠的直直的开，要开多久？各位朋友，我找了一个伙伴跟我一起搭车子一起过去，我们2个，他累了我开，我累了他开，我们没有停下来，就一直不断的加了油，就继续往前走，总共花了29个小时在高速公路上。我终于到了洛杉矶。在去之前，我就把我认识的听过的几家唱片公司的名字勾出来，然后我有事先跟他们联络。当然没有什么人愿意回应一个完全没有名的，从来没有联络过的一个陌生人跟他们联络，要求跟他们见面。当然我大概印象之中，我那个时候大概只安排了3家公司见面，其他的我都是打算到了洛杉矶再说。我到了洛杉矶之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我就走到一个电话亭里面，把电话亭里面的电话本子，当时那个电话本子厚厚的，叫做 Yellow Pages 黄页，我就把这黄页从电话本这边，然后翻到所有唱片公司里面，然后从 A 到 Z， 我把几家全部勾，我勾了50家唱片公司勾出来。然后对不起，我就当时把那几页的那个黄页撕下来。撕下来之后，我就一家一家的从 A 开始拜访。我去了几家唱片公司，当然没有人理我，
甚至有警卫把我赶出去。我还没有接近警卫，他们就把我赶出去，不让一个华人、亚洲人接近到他们的警卫亭。但是呢，我有时候放了一些巧克力糖放在我的包包上面，我也在上面写了一个卡片，然后上面写说，如果你喜欢这里面的作品，欢迎你跟我联络。我就写上我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我的联络地址。那个时候都没有 email， 也没有什么 WeChat， 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 Line， 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也没有网络。所以呢，我就一个一个的到每一家去送。结果到了50家，2个星期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我是透过朋友的协助之下，住在日落大道上面一个小公寓。我住在一个朋友家的沙发上，住了2个星期。4年前，我带我的2个女儿回到洛杉矶，我们把车子开到日落大道的下面，我亲自的带着我2个女儿，指着那个窗子说：“爸爸在19岁那一年，就是住在那个公寓里面，睡在沙发上，睡了2个星期。感谢有几个外国朋友，他们愿意让我住在里面，住了2个星期。我就透过这2个星期的时间，把这50个 demo 的带给了50家公司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天我来到了一家唱片公司，那家公司已经倒闭了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ABC 唱片公司很有名的，在当时。那家唱片公司在日落大道 Motown 唱片公司 ，Motown 你们可能都听过 Motown，Michael Jackson 这些都是 Motown 唱片公司的艺人，他们在同一个大楼里面，在日落大道那个大楼里面，我把我的作品拿过去，有一位黑人主管把我的卡带拿出来放进去，他从头听到尾，听了每一首歌5首歌都听完了，最后他说 ：“David。”你今天下午会不会有空？下午你3点钟回来办公室，我亲自带你到楼上见我们的大老板。前面这1个多礼拜，全部被人家拒绝，甚至被人家赶出门口。然后我只能把东西留在一些柜台，然后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可能性，已经知道这一趟来洛杉矶根本就是一个最错误的选择。这一次居然有人愿意带我到楼上去见他的主管，我心里好开心。接着我在外面就在这个附近绕啊绕，然后到处去，大概杀了3-4个小时的时间。最后我跟着这个黑人主管到了他的大老板的面前。这个黑人主管很谦虚，跟他老板说 ：“Boss， 这个是 David from Texas。”他说我是来自德州，然后呢，他有一些作品 ，I think it's worth for you to listen。他说很值得你听一听。最后，这个老板呢，就把我的卡带抽出来，放到卡带机器里面，按了一下，按下去之后，我记得印象很深刻。大约还没有到1分钟，这个老板就把卡带停下来了，然后从机器里面抽出来，往我的身上丢过去。那个时候我是坐在沙发上，往我的身上丢过去。他讲了一句话 ：“Go back to Texas and come back see me in 5 years。”他说：“滚回德州，5年之后你再回来找我。”我接到那个卡带，我看了那个老板，然后我又看一下旁边那个带我上去介绍老板的那个主管，我们2个有点很丢脸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这个旁边的黑人更是感觉完全的丢脸丢到家了，因为他这么大力的推荐，然后居然被老板给谢绝了。我们2个匆匆忙忙的拿着东西，就赶快像过街的老鼠离开了他的办公室。我最后很失望的准备打包收拾一下行李，开我的车子回到德州，还是乖乖的去太空总署上班。这些梦就干脆把它丢掉算了吧。最后
礼拜天，我记得应该是礼拜六或者礼拜一周末，已经要准备回家了。我最后发现我的车子里面还有一份资料没有送掉。我在我的清单上看到了一家，这家反正小公司没人理，我也没有把它曾经没有勾下来。OK， 那我就拜访这家，当然是星期六，也没有什么人，我就跑到这家公司。那家公司就在 Melrose Avenue 上面。熟悉洛杉矶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一定不陌生，也是个有名的大马路上。我到了 Melrose 跟 Fairfax 这交接口的这办公室，我把我的这个资料信封放在这家公司的门口。当我正在放下来，正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写了一个卡片给他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家从后面说 ：“Hey you！” 他说我讲了，就对我大吼一声。我转过来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What are you doing？ 他问我在干什么，他可能以为我是小偷。他走过来，我说 I'm just leaving a package， 我只是把一个信封袋留给这家公司。这个老伯伯呢走过来，就把这个信封袋捡起来，看了一下，他把里面的资料抽出来，看了一下我的履历。You work for NASA？ 他说你在太空总署上班。我说 Yes。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 我说我只不过是把这些资料留给这家唱片公司。他看了一下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，可是呢，这个楼下有一家公司，他们现在正在征召一些工程师，你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，礼拜一你要不要回来跟这家公司聊一聊？ Sure。 后来我就想差不了，没差一两天，礼拜一我就照着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建议，就跟了这家楼下的这家公司见面了。这家公司看了我的资料之后，这个人跟我说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愿意回来洛杉矶，我们愿意雇佣你。讲完了，他带我绕了一圈公司，我看了一大堆这些机器，不瞒你说，我一点概念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只是看起来很高科技的一些东西。各位，这家公司叫做 Aphex， 如果你 Google 一下的话，你可能在音响工程界，你可能听过这家公司 Aphex。当年他们做叫做 Aphex Audio Exciter， 就是 Aphex 音响这种，我就不花时间跟大家解释。但这家公司是一个当年非常独特科技的一个公司，现在他们的产品还是在所有的录音室里面，你都看得到他们的器材。如果有早期的器材，里面的那个电路板，里面的半导体电晶体的电路板就是我设计的。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module， 那个东西整个 module 是封在电路板里面，是全部被 epoxy 被那胶去，因为专利的关系，全部封在里面。但里面那个电路板是我设计的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些器材现在已经在所有的录音室里面，你都会看到，在广播电台可能都看过这些器材，叫做 Aphex Audio Exciter。但重要的是，我带着这个失望的心，完完全全在洛杉矶。我这心里在想，我来洛杉矶是来开拓我的音乐事业。我如果要做科技的话，我已经老早在休斯顿就有更好的工作机会，薪水也比你这边也好，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更多。我怎么会考虑来洛杉矶来跟你做科技公司上班 ？No， 不可能的事。你不论是做什么，我都不可能，因为我已经在太空总署有最棒的公司做上班了。那一天晚上，我买了一些 donuts， 很多的甜甜圈，然后放满了，因为要再开29个小时，我准备了各种的零嘴，各种的垃圾食物，你能想象，全部放在车子里面，就准备再开29个小时，一个人再开回去，开回休斯顿。在这整个的路程，当我开到第8个小时的时候，我的车子已经开始进入到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面。那已经到半夜了，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面，全部都是黑的，
那个10号高速公路直的跨越整个美国，天上看的全部都是黑黑，根本都没有任何路灯，但是天上可以看得到百万的亮亮的闪烁的小星星。但是前面的黑，前面完全你只看到前面的一点点的距离，就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一直的走。我不经意的，我就随手从旁边抽出了一个卡带，把它放到我的 8-track cartridge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那个年代我们是用一个八轨的那种方形的录音带，我放进去。那个我还记得是我从 Columbia House， 就是一个那个时候我们就有邮购咯，不是网购，但邮购你可以邮购这些唱片。然后这是我其中的一个邮购的唱片，在这个 8-track 八轨的录音带塞进去之后，突然之间一首歌开始跳出来，就开始播。我在一路上听了这首歌，不瞒你说，我大概听了几百遍了，到最后那个卡带我想大概都已经快磨得差不多了。但是这首歌叫做 I Got a Name， 我有一个名字。它里面的每一句话开始落在我的心头上，隐隐约约的在告诉我 David， 去追求你的梦想，不要怕。各位，我记得的很清楚，因为在那个高速公路上，前面完全的是黑的，没有任何路灯，在上面也是黑黑的，只有看到星星闪闪的星星，在一片沙漠里面，我往前面走。但这首歌开始告诉我一些重要的关键的讯息。我听完了这首歌，听了500多次了之后，我在当下做了一个决定。我回到休斯顿之后，我要放弃那个安逸的工作，那个人家羡慕的工作，那个薪水很高的工作，那个很有 prestige 很高贵的一个工作，在太空梭里面跟太空人工作在一起。虽然那是多少人羡慕的，可是我知道那不是5年之后我要的地方，也不是我要做的事。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回到休斯顿之后，我要辞掉我的工作。当我的车子开到了 San Antonio 的时候，我车子开到德州的边境的时候叫 El Paso， 我就拨电话给我的女朋友，她说你一到进了德州边境的时候不要忘记 call 我。我一进到德州边境 El Paso 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马上打电话给她 Jeanette， 但是 Jeanette 就没有再接电话了。我过了 El Paso 之后，我到了 San Antonio 之后，我也又打电话，也没有接。我后来到了 Dallas Fort Worth 那边也没有接电话。最后我到了休斯顿的外围，我又打电话给他，他还是没有接。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的心完全破碎。我的事业我知道将会有一个大的改变，然后我的个人生活，我的朋友也可能都放掉，都没了。但是这首歌叫做 I Got a Name， 我想透过这个镜头跟你分享这首歌，然后请你仔细看一下我帮你翻译的中文歌词。来，我们一起听 I Got a Name by Jim Croce。